如果当下比如说我们3个人围上去，然后结果你发现2个人被瞬间撂倒，你会留下来还是我会算了 ，Emma， 我们是继续说说，今天来讲规定解密游戏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帮助我们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在一个废弃的大宅外面打着雷，一位侦探打开门进入了房间。房间内可以从窗户依稀可见的烛光，桌子上只有一堆蜡烛以及一个神秘的箱子，而这神秘的箱子也是调查案件中唯一的证物。侦探在烛光下打开了一本日记，翻开了其中几页，上面只有着4张照片，分别写着4个未知的名字。日记上写了几行字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为了什么而来，而我是为了钱而参加这场游戏的。不过一切似乎都不是那么的单纯。”时间来到几年前，在大雾中，一名眼镜男被绑在铁椅上，不停地挣扎着。看起来只要沙漏漏完，这张铁椅将会要了他的小命。此时，一个戴着面具的面具男出现在了眼镜男的面前，似乎就像是在玩弄手里的猎物。面具男没待多久就离开，只留下眼镜男一个人。眼镜男不停地呼救，希望有人能够把他带离开这里，但希望并没有出现。伴随着时间的消逝，眼镜男生命也伴随着尖叫声而消失。而在此一旁等待的亚洲男是强森，他目睹了这一切，而且他应该要去帮助眼镜男人，但是他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出手。就这样，强森回去找他的队友会合。这位不停敲打机器的亚洲女叫做艾米丽，她一直敲打的机器是一台解码机。原来，只要成功的解码各处的解码机，这些正在被追杀的生存者们就有机会逃离这里。不用太久的时间，艾米丽就成功了解码出了密码。接着，情况来到草帽女这边，草帽女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大门前，尝试着输入密码，打算逃离这个鬼地方。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的顺利，大门并没有打开，草帽女只好发泄似的怒捶大门，看了看手上的怀表，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时间再度回到现实，侦探仅凭日记中的线索拼凑出了一张地图，而这些生存者们似乎都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来到这里。侦探继续在大脑中推理着。这时候，草帽女跟亚洲男女主分别都来到解码机面前，开始解码。现场的浓雾却是越来越浓。正当草帽女专心解码的时候，面具男却突然出现，一把抓住了草帽女。而在另一处，当强森与艾米丽刚完成最后一台解码后，大门的警报声响起，同时他们也听到了草帽女远处传来的尖叫声。2人决定先去救草帽女，再一起逃出去。他们来到一处充满迷雾的迷宫，进入迷宫后，发现了草帽女的围裙被扔在了一边。浓雾中依稀可见有人被套着布袋绑在椅子上，看起来草帽女被绑的椅子跟前面的眼镜男是一样的椅子。2人赶紧上前搭救，就在要掀开布袋的当下，2人都吓傻了。没想到这个布袋底下的人并不是草帽女，而竟然是杀手面具男。2人瞬间吓傻，强森吓得跌坐在地上，艾米丽害怕的不停向后退，起身后便转身逃跑。强森完全不敢相信他的队友就那么跑了。不意外的，强森被抓上了椅子，极度痛苦的强森尝试着想要挣脱，但面具男就站在他的面前，强森只好不停的求饶，希望面具男能够放他一马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一道声音大吼 ：“Hey Jack！” 一声枪响，艾米丽手上拿着信号枪，原来他刚刚是跑进迷宫深处寻找道具。火药击中了面具男的头部，面具男倒地挣扎着，艾米丽赶紧帮忙强森松绑，2人一拐一拐的努力逃离了现场。但走不了多远，强森仍然倒下，他的腿流了不少的血，看起来似乎不妙。艾米丽见状，赶紧帮忙强森包扎，但眼见面具男很快就会追上来，双方展开了一番争执。强森认为自己的腿已经受伤了，或许让他留在这里，趁面具男不注意的时候再给他一发子弹是更好的选择。见到强森这么坚持着，艾米丽似乎也正在犹豫，因为眼下似乎没有更好的计划了。阴险的笑声不停地从那副诡异的面具底下传了出来。面具男脱下了面具，充满血丝的脸颊开始抽动。面具男竟然开始跟自己对话，这个人就像是有着人格分裂一样，而且快要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另外一个黑暗人格。
而就在人格之间的拉扯之下，面具男转换了人格。但究竟是哪一个人格占据了身体？不过不管是哪一个人格占据了身体，看来对艾米丽跟强森来说都不是一件好消息。一道雷声落下，时间再度回到现实。侦探似乎推演出了关键的信息，大脑浮现出了一个声音：只要参加这个游戏，这些钱就通通都会是你的。看起来侦探解出了密码，而这道密码应该就是用来打开桌上那神秘箱子。果不其然，箱子打开了，里面藏着一张照片。侦探感到相当诧异，因为他的口袋也有一张类似的照片，这是他与他妻子的合照。但奇怪的事情来了，为什么这神秘箱子会有他跟他妻子的照片，而且还保存得如此完整？伴随着头痛欲裂，侦探时不时回想起自己与妻子的美好回忆。放下照片后，映入眼帘的是块破布。侦探拿起这块破布，这竟然是面具男的面具。他内心非常害怕，这下他得查出了一件不得了的真相。所以他就是面具男，对，他一直在找自己。对。好，画面再次来到强森这边，强森的紧张整理枪支跟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只有一瞬间，当面具男现身的那一瞬间，只要打中他的头部，那么一切就能够结束。面具男越来越靠近，一阵阴险的笑声也越来越清晰。此时，强森握紧手上的枪，缓缓地向前举起。当面具男踏步上前时，强森恶狠狠地瞪向他，并扣下了扳机。但绝望的事发生了，子弹并没有发射。强森顿时慌张了起来，敲敲打打手上的枪，但这枪根本没有子弹。一个念头闪过了大脑：该不会刚才艾米丽把枪交给他是为了留给自己一条后路？所以他是被耍了，是不是？而艾米丽目的是为的是让自己有更充裕的时间能够找到逃生大门。而这也是艾米丽回来救自己的原因，因为艾米丽如果没有回来救强森，那她可能找到大门的时间就会变少的。对，强森崩溃坐在了地上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艾米丽设下的局，好让他自己逃走。恍然大悟的强森无力抬头看向面具男，但面具男似乎早就料到这件事了。远方看见一个女孩正死命地奔跑着，艾米丽心怀愧疚地想着：对不起，强森，但只有一个人能够逃出这里。大家，我很抱歉。突然这一刻，艾米丽笑了，她看到了希望的一丝曙光，她终于找到了地下出口。艾米丽赶紧奔向前，并拿出口袋的纸条，开始尝试输入密码。所以它是一个拍杂咯就对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应是人之常情。对啊，但是他怎么会想那么多？因为他中途有纠结一下。对，他纠结一下，好像还是回去救他，然后后来，不行，还是算了吧。对。那输入完密码之后呢，大门却完全没有反应。艾米丽疑惑的再一次输入了密码，几秒过后，大门仍旧没有反应。此时，艾米丽慌了，她想说：不可能啊，密码并没有错。在这个时候，艾米丽又看到了地上旁边的一封信，她爬过去，缓慢的拿起了那封信，并拆开来看。5秒钟过去了，艾米丽呆滞跪坐在原地不动，她的眼泪缓缓从双颊流下，浓雾随着邪恶的笑声缓缓地飘了过来。面具男似乎早就料到这些人会互相背叛。艾米丽闭上了眼睛，信纸飘到了地上，上面只写着：这不是逃生大门，杰克留。破碎的记忆涌上，侦探开始头痛欲裂，感觉大脑就快要爆炸了。一段记忆涌上，他的妻子似乎为了保护什么东西而被暗杀。情绪崩溃的侦探抱着妻子的身躯痛哭。原来这一场屠杀游戏主办者就是10年前的侦探自己。而自从妻子死后的当下，他分裂出了不同的人格，当然他也失去了这段期间的记忆。直到现在，这所有的记忆他全部都回想起来。侦探拿起面具男的面具，接下来他将继续他的复仇。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强森不检查他的枪？因为他相信艾米丽，就是强森其实给他的角色是一个比较好人一点的角色，太好了，对，就是有点太烂好人。他可能就是看到妹子就冲，我要耍帅，我要耍帅，最后就人心险恶，表面上跟你很好，可是其实人在遇到威胁自己生命的当下，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出卖对方。我觉得啦，
那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这部片其实是我们的作品，那你可以在我们的频道的影片栏里面可以看到，但是目前是锁起来，要不要开放之后会再演你一下。那你觉得如果你是那个游戏中的玩家，你会是坏人还好人？好人，当然好人，好人。坏人就没啥好选择嘛，你就因为我最近在玩那个13号星期五，就以前的游戏，然后就蛮喜欢当坏人对对吧？如果是好人就尽力跑了。对，可是因为这个设定是其实现场的玩家彼此都没有很熟。可是我一开始想法，我可能会想说，这个人会不会有帮助？就是很多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就是这种片的定律，通常都是被各个击破。对啊，这个杰克给的设定，他又是一个很会玩弄人心的人。没有错。对，如果是正常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要就是这几个人是团结一点的，因为去处理一件事情的话会比较好。毕竟他也是一个人啊，你怎么可能3个人打不赢1个人？对，这种感觉。如果当下比如说我们3个人围上去，然后结果你发现2个人被瞬间撂倒，你会留下来还是我会算了？方法错了，怎么会3个人一起上去？不然，那就是互相帮忙，就是可能一个人做个什么，一个人做个什么，就一个人抱出脚，然后一个人抱出手。例如这样子，或者是一个人可能先抄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绕他后面去打他。可是他有武器，他有武器，就是有枪，不然就是往鬼走过的地方走。可是他们还有时间的限制对，考虑到这一点，那个密码如果时间内没有弄完，它是会重置的。那这一切就通通，因为我就会想说，鬼找过的地方就一定是安全的地方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你是游戏中的玩家，你会选择帮助你的队友，还是让他们自生自灭，自己逃掉就算了呢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拜拜，下回片见。Emma Johnson Emma! Let's get Emma first. Then we can record the gate and finally leave this place. Leave this place?